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是个好日子，由于疫情的控制呢，终于把孩子送回了日托。那所以今天呢就履行一下之前的承诺，跟大家聊一聊产后的暗黑系列。那我知道其实对于什么免疫力下降之类的话题，你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身体就是可见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首先来聊一聊胸到底会不会下垂。那这个问题如果你去问医生呢，医生一定会跟你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主要是看你个人的情况，然后喂奶的情况。我跟你说骗子，我给你翻译一下，它的潜台词就是其实肯定是会下垂的，只是每个人下垂的程度不一样。只要你怀孕生孩子，无论你有没有喂奶，无论你喂多久的奶，你的胸都一定会扁。下垂成什么样真的是因人而异的。那有的人他可能以前很胖，然后忽然减肥50斤，他也会身体的皮肤会松弛，然后胸也会下垂。那有的人呢，他喂奶很长时间，并且喂奶的姿势非常不正确，棒奶就像我一样，就是棒奶的姿势一直非常不正确，因为你一直在很急躁的像给奶牛挤奶一样的挤你的乳房，所以它一定会越长越长，就是就那样。所以就是下垂的这个状态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一定会扁。那我就跟你们说一下我以前的胸部的状态，它其实就是说那种标准的水滴型，特别的饱满。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就是宿舍的人嘛，时不时你就有坦诚相见的机会，比如说你换个衣服呀什么的。然后我这个人又是挺不修边幅的一个人，然后有的时候我的宿舍的小姐妹就会说，哇，好羡慕，我能摸一下吗？会年轻的女孩子就会羡慕别人胸大呀、挺拔呀，一下就可以吸引异性的目光啊什么的。其实我告诉你，真的不要羡慕，就是当你生完孩子哺乳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小胸是有小胸的优势的，就是首先因为你的胸没有那么多内容，可能你也不太会垂。那我后来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太大了嘛，然后就是你大的是你，然后到你怀孕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饱胀，但是你那个怀孕的时候那种胀奶那种感觉，就不是你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那种饱满的那种感觉，就是少女的时候你的乳房很饱满，是那种很漂亮的感觉。但是当你怀孕生孩子，然后哺乳期那个乳房很肿胀，就是肿了的感觉，就是小孩子那个手脚都是很胖乎乎的感觉，和大人那种因为这个糖尿病啊、腹水什么的，就是身体肿胀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们懂吗？所以这个对于胸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怀孕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哺乳期，它特别是胀奶的时候，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你的乳晕会被无限制的撑大，然后变黑，然后上面还会长毛之类的，就是那种感觉你会觉得我理解很多妈妈她们都会觉得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因为会从一个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少女的那个阶段一下过渡到了这种就是很中年妇女的阶段，很多妈妈会觉得很不能承受。那其实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胸大胸小，然后有母乳和没有母乳，它都是一样的。那我当时就是喂完了几个月的奶，我的感觉就是我每一次在用那个 milk pumping 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是在给牛挤奶，就是你知道只是方位不一样，然后你是坐着的，然后是这个胸部是这个方向，然后你给牛挤奶的话，你可能是这个方向，但是其实你很想在这个方向挤，因为就很方便呢，因为你就会觉得那样子的话可能会更顺畅一下，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就是当你穿上衣服坐起来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是其实你有的时候就是你俯下身去，就是当你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的这个由于地心引力的加持，你就会觉得你的两个胸真的像跟两个钟摆一样，就那样。我当时头脑里面的想法就是还没有说什么双打的茄子啊什么的，我知道可能是就是大概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头脑里面的画面
真的就是一个人在给一只牛挤奶。但是我从来没有给牛挤过奶，我只是看过那个图片。可是我当时的就是给我的视觉冲击，给我的直观感受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就是很老70、80多岁的老人洗澡的样子，然后他们有的男生就会笑他们说，就是怎么把胸搭在肩膀上。我是真的亲眼看到过，就是老人是真的把胸部搭在肩膀上的那种，就他们要洗到就是胸部之下的地方嘛。然后我之前一直不理解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有人就是皮肤松弛到那种程度呢？但是当我产后的时候，我真的脑袋里面就会想说，是不是我有一天也会到那种程度？当然可能现在是不会了，因为你们也看到我之前的视频里有说过，我做了一个缩胸的手术。很多人就会说，那如果是胸小的女孩子会不会下垂啊什么的？我会觉得，其实我身边一些就是小胸的女孩子，她可能不会感觉到就是那么难受，就是那么明显的，就是像钟摆一样挂在身上的感觉。但是她们其实也会很苦恼，感觉就本来就没有多大的胸部缩水了。其实我会很理解很多新妈妈，她们在就是遭受身体的这样变化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身体很没有自信，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就觉得深深的悲哀。然后包括跟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担心老公会嫌弃自己，然后也很没有安全感，很没有自信。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无论你有没有生孩子，然后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个从非常年轻，然后就是都要开花的那个荷尔蒙往外冒的那个阶段，然后到逐渐成熟，逐渐衰老，我们所有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不是你自己在经历这个阶段，我们所有的人都陪着你一起在经历这样的阶段。那首先你其实一定要接受自己的状态，然后一定要依旧爱着你自己。我记得之前就是陶晶莹说过一段话，她就说她生孩子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讨厌自己的身体，因为就会发现胸也下垂了，然后肚子上的那些肉啊，就因为就是又有妊娠纹，然后又是黑黑的，然后变得很松弛堆在那边，她就觉得特别的丑。然后但是有一天她忽然就想明白了，然后有一天她在洗澡的时候就忽然一下就摸着自己的肚皮，然后就说你们辛苦了。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从非常的讨厌不接纳，然后到完全接纳的过程。我希望每一个新妈妈就是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自我接纳的过程。就是其实你要想，你的身体陪你经历了很多很多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的经历，然后你要想，其实他们是你最忠实的伙伴。你可以之后再通过锻炼呐，或者是通过医美呀等一些手段，或者像我这样的干脆就通过手术一些手段把它们再变回非常漂亮的阶段。但是当你还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觉得有一点不 OK 的阶段的时候，我也希望你可以就是发自内心的接纳自己的身体，就不要自卑。所以这里我也想跟可能看到这条视频的新爸爸们说，真的要不遗余力的去称赞你的老婆，因为谁都是曾经那个年轻水灵的小姑娘，你娶她的时候她都是鲜亮美好的，但是就是经历过生育这件重大的事情之后，她其实会有一个从鲜花盛开到结了果实，然后鲜花掉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个过程的话，在他的内心是有很大的触动的，是再加上荷尔蒙的影响，他可能在那个时期看到自己身体这样的一个变化的状况，其实情绪会很低落的。这个时候更需要你跟他一起度过，更需要你的赞美，更需要你发自内心的去欣赏他在这个时期的美。其实女人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这个时期独特的美，可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我们就没有了那种小姑娘的那种水灵，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就是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胶原蛋白都要溢出来的那种饱满感。但是呢
我们可能也少了那份浮躁，少了那份心高气傲，而多了一些成熟冷静，然后多了这个年纪该有的这个沉着和对生活的笃定，然后对这个我们生活包括对自己的掌控感。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就是多了一份母爱，就是整个人会有一种落地了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我生完孩子之后，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哎，我发现你生孩子之前和之后，你的状态其实不一样了，就是你的性格就没有那么的浮躁了，然后你整个人的戾气也没有那么重了，然后你更多的是一种平和。还想说的就是不要因为怕自己的乳房会有一个更不好的走向，而在喂奶的时候有一些心理压力，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你喂奶的时间长短跟你下垂的程度其实并不是正相关的。然后喂奶是一个很好的跟这个 baby 连接的一个状态，就是你那时候的感觉会特别的好，特别的满足，就感觉你跟这个小 baby 会有一个很强的这个纽带，然后那种满足感是你在其他事情上都得不到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满足感。我这里怎么形容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知道母乳过的妈妈应该都会有这种体会，所以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有很多妈妈她们可能到了孩子1岁多，甚至有的到了2岁都舍不得断奶。当然啦，如果你的本身的情况就像我一样，就是奶水也没有什么营养啊，然后也非常的痛苦啊，不要因为周围的这个道德压力啊什么的，一定要逼着自己去喂奶，然后去承受这样本不应该承受的痛苦。好啦，今天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啦。如果你也有相似的经历呢，也欢迎你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并且呢不要忘了点赞关注我，并且点击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面有趣的话题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